什么东西？这上面是三耳金针。500米悬崖半空发现金丝楠木楼阁，洞口石墙若隐若现繁体古文，难道这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吗？掌心对着命门，你那是第一步。当地老人传闻，此栋楼阁为神仙所建，已存在1000年之久。受到当地文旅部门邀请实拍考察，我们利用 SRT 单神技术进入其中，哪知发现的一切超乎想象。广西白色有一个，这是我见过的第2个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神仙阁所在的这面半崖当中，我的队友正在那个悬崖上面开线呢。此次的探索呢是经过了拍摄许可和安全报备。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看到里面有非常精美的木质阁楼，那个具体是不是金丝楠木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先锋队友开了线进入其中一探究竟。现在队友正在悬空下降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神仙阁的正下方，这根大树的下面，石壁上面还插的有一些木棍儿。现在准备上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平常就是这么上升的，这需要非常强的臂力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这里发现了古人在这里打的栈道，不知道已经距今多少年了。那他们说这个是神仙建的话，难道神仙上山也需要栈道吗？我们已经从下面爬上来了，来到了保护站这里。刚刚咱们是从这里上来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有字，这里写的有李岩荣安，这里有人洞2个字，这边应该是仙人洞啊。果然是金丝楠做的哈。是的，里面还有诗，还有诗啊，应该是个武功秘籍。还是让我这个有文化的来看一下。元青花，快看，孟少杰研究一下。这是一个碑展，这上面写的有字，哇，真的有。这还是繁体字哈。写的什么？什么同居得避乱，然后什么无忧无虑乐逍遥。这个是有人避乱住在这里过哈。对，什么年号？看一下，看不太清楚了。那边3人题，没有年号，没有年号。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些纹路非常的精致哈。然后这个上面的凿痕还是以前的那种斧子。这边呢可以淋到雨，所以长年累月的雨水的冲刷，上面已经腐蚀殆尽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还发现了有这个紫锦，这个应该是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，就是说种下的，以用来美化这个洞。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刚刚我们看的是右边的洞道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边。哇，非常古老的这个陶罐，应该就是在这个洞里面选用的泥土，就地取材做的这些。这边有几大方的木架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双灶。从这个造型土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是这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。走出去看一下，全是溢水的金丝楠。这边也有，这个上面非常的明显的金丝楠特有的龙鳞纹，这个下面就是乌江，这里非常的显要啊！我是用的自拍杆拍摄，所以非常安全。曾经这里还做的有一个栏杆，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这个木架子的上方有一个漆黑如墨的石头，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墨石吗？黑的发亮，它跟旁边的洞壁格格不入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厉害了，这有多重啊？几十斤吧。金丝楠木做的这个木架子，是不是就是神仙所建的呢？如果不是神仙所建的，那么这些木料又是从何而来？用什么方法运到了这个悬崖绝壁之上呢？那如果是神仙所建，他为什么又要建这个灶台？不是说神仙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吗？还有一个非常幽深的洞道。再看这边呢，是2个架子。有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上面看一下。嚯，这是3耳金针。这个能不能拿下来看一下？
拿下来看一下。嚯，这应该是一个三耳壶，或者是油灯。它比如说在每个壶嘴上面都搞一根灯芯的话，中间上灯油，它就可以3个方向都可以亮哈。它这个角度刚好是3个120度组成的360度，造型非常的别致。从这个釉面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民窑，这应该是个民窑的产品。放回原地，在这里看到了哈。现在我们把它放回去。这个洞里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，一定不要破坏它原有的样貌。有2个非常小的灶，这种灶呢一般是用来炖肉的，因为那个锅并不大。这个下面应该是放那个枯炭的，这边应该是因为潮湿的原因。咱们看这个木架子，看到没有，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了。因为这个木料呢有可能是一根松木，松木它容易招虫子，所以就腐蚀的非常快。这是一个大斜坡往下面去的。哇塞，看那个下面有骨头，看那个最下面，那里我不去拍近景了。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钟乳石，这个洞厅的直径可能在17米左右。好漂亮的钟乳石！古人在这里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，没有将这个里面的钟乳石破坏半点。这里有一个天生桥啊，我们要不要上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？我相信你们这时候肯定说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上去看一下。哇，好滑啊！看一下，这里跟下面是连通的，上面好漂亮的钟乳石，有猪耳啊这些，这个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，洞道一直这样过去的，还挺深邃。下面的小路，是不是仿佛昨天还有人走过？实际上这已经是几百年、上千年没有人来过了。神仙阁的深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现在大家跟着我的第一视角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小路到这里呢，还做了有几副台阶，这样一直上去。地上已经泛出来了硝粉。哇，这一幕好漂亮啊！属于墨莲花，钟乳石瓣石旗。这个像一朵黑玉莲花一样，这个上面还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。这里面透出来很大的雾气，而且地上非常平整。这里的洞道宽8米左右，一直进去望不到尽头。上面呢是一个裂缝，裂缝高12米左右。难道左边有洞道吗？我去看一下。烟熏火燎的痕迹，这边没有洞道，洞道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要继续深入。好奇怪啊！从这里往那个洞口，能够看到那个木架子导引出来的一个十字形状，特别奇怪。然后在我身后呢，这个洞道开始向下行走，这里是个扁狭的洞道。走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就是一个卡门，然后洞道又突然说变大了哈，突然变大了。看一下前面，这边出现了一个天生桥，看上下都可以走哈。来看一下，像一条灰色的绸缎，布满了钻石。洒落在这个石幔之上，能看到吗？亮闪闪的，非常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洞道又是通向何方？哦，里面有一个深潭呢。这上面就像挂满了寿桃一样。
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股寨当中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今天是第一次啊，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。这个水潭不知道有多宽，我们用个电筒照一下。哇，什么神仙景色，太漂亮了！这时候已经喊不答应我的队友他们了。这里水不深，没有办法，我们直接踩过去。哇，冰冷刺骨啊，太完美了！悬崖洞中居然出现这样一个水潭。咱们在这个神仙洞中遇到了怎样的神仙景色？哇，神仙阁果然名不虚传呐！看这个湛蓝的水潭，它并不深啊，这个要是更深一点的话，那风景更漂亮。这边有很多云盆叠潭，太漂亮了，奶黄色的。这里有一个大水潭，看一下，这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蛋黄石。此景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寻啊，兄弟们！看我面前，这是怎样的景色？我们这时候呢，继续向东道深处前进。这里依然能够看到古人在这里凿的台阶，直接在这个钟乳石上面是开凿的台阶哈。这里还有粘土，外面的那个陶罐应该就是从这里取过去的土。这个水潭下面没有其他的通道，主通道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扁狭呀，特别扁狭。只能这样侧着伸直进，但是明显有人为开凿过的痕迹。看一下这两边的站纹，现在继续向下。哇，这里很扁狭，这里还有台阶嘞。哇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，兄弟们！现在过来变宽了。哇！真的是一步一景啊，兄弟们！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裂缝的话，那以为洞道就到了尽头。哇，天哪！这个下面有很多骨头，能看到吗？这里。我们现在从这里穿过去看一下，这是它的消水洞，应该一些骨头被带进到了这里面，像不像一尊玉观音？非常的形象吧，非常通透啊！它是这个上面鹅管里面渗出来的水，长年累月的滴在这个钟乳石上面，形成了比较纯的钙化物。看一下这个，哇，真的仿佛瑶池仙境一般。现在要继续深入，太漂亮了！看大景。大景就是洞顶上面垂下来的钟乳石，非常漂亮，血红色的钟乳石，千万不要让这些美景受到伤害。看一下，大柱子，通天打铁的大柱子。看一下，这里又是一个边石了，特别漂亮。从这边过去，应该可以不用开水。这里是一个吊潭下去，应该可以走下去哈。这个上面呢，就是成千上万年以前形成的钟乳石器，每一块石器都是透亮的哈。继续深入，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人为建筑。这个水差不多是30米深，其实要是再深一点的话，就要游泳了。哇，又是一个深潭！哇，刚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
看这像不像一尊洞穴大佛？有点形象哈。再看这面石幔，有白色、黄色、橙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在我面前呢是一个大水潭，深约1米左右。最神奇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尊钟乳石。神仙阁，神仙阁，原来就是说到这里的神仙景色啊！太好看了，有没有？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它1/1000的震撼。这个水潭一直到那个里面去了哈，这个水是越来越深了，可能要淹到我脖子。咱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洞道。那个石幔好有没有？石幔后面好像还有洞道。这个大家命个名字好不好？你快过来，这里发现了不老泉。你相信不老泉真的存在吗？老人直言，保护神水的悬崖古寨是神仙所建，建那个都是说是神仙建的嘛，神仙也是人噻，对不对嘛？为了尝一口传说中的不老圣水，我们驾车来到了贵州百里杜鹃，这里是川清人的发源地。当我们进入神仙寨，传说中的神迹被我们亲眼所见。你说咱们今天真的会找到不老泉吗？老人不就是这样说了吗？我想一定能找到的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！什么？哇塞，好幽深啊！关注上面有一个圆形的石拱门，就是我们无人机勘探的地址。没错了，我们现在挂好安全装备，准备向上攀登。现在咱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墙门口，大家看，哇，这个城墙砌得非常的工整啊！这个全部都是采用大条石，用石匠啊精雕细琢修建而成。他们说这个是神仙所建的。城墙的左边呢是一道圆形的拱门啊，再看这个石头跟山体已经是融为一体了。再看这个缝啊，中间有山和土，然后这个上面明显是用人啊这样用手摸了之后勾缝的，就说明这个神仙建造的传说啊有可能是假的。再看这个城门，上面是由3块这个扇形的石头啊做的门拱。下面的门框呢是采用了2个长方形的条石啊。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寨子内部去一探究竟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甬道，这边有字，血书，这边有用鲜血写的这个字啊，不知道是写的什么。我们今天呢来这个神仙洞，主要就是为了探秘这个神仙洞里面的不老神泉。哇，这明显就是一个土匪洞或者是地主洞嘛。什么神仙建造的？大家看，这里呢有一个门栓孔，这个下面也有哈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开的石门。曾经这个上面搞一根横杠子啊，在上面做一个那个门柱孔，然后这里就可以搞一个对开的门了。这个上面有被烟熏过的痕迹，这明显是人类居住的。这里面呢堵了一半，火妹那个方向呢就有非常精密的城墙，咱们边走边看。城墙呢已经坍塌了一部分，然后里面呢长起了大树，这里还有野生的葡萄藤啊。进门的这道石拱上面啊做了有个平台，这个上面曾经应该是有一个房子。哇，好精密的建筑工事，这应该是一个土匪寨或者是地主藏宝洞。这个上面真的很热啊，因为这里是面向西方，它那个西晒不得了。到了下午这时候啊，这个太阳是顶着晒，没有一点阴凉的地方。这里还长了一株桑树。我们看这个城墙，差不多是60公分宽，两边都做了有面子，中间填的夯。这当时修建这个寨子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啊。当地人说它是一夜之间垒起来的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据说在这个河流的下游啊，有一个桥，也是一个古桥，传说叫仙人桥，也是当时建造这个寨子的仙人一起修建的。这个传说我感觉太扯了，有可能是年代太过久远了。据说这个寨子已经伫立1000年了，所以它真正的主人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查到。从这里看下去呢，能够看到这个寨子的全貌。哇塞，向阳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向阳，向阳还在进门的那里，那个神秘的洞穴呢，就在那个方向。看这个有野山羊在这里拉了粪便，野山羊的粪便。对呀、哦，豆子大啊。是啊。这里有灶，看到没有？这还有造型土，造型土是红色的哈。造型土，古灶。
这是一个，天哪，这是一个小坑吗？这有很多鸟毛，应该是老鹰叼进来的鸟啊，在里面进食过的。这里有一股凉风啊，是扑面而来。这里面洞道应该还不浅嘞，风不是特别大。这一个是小坑啊。这个小坑要封顶了。这个就是老人说的神仙洞府啊！老人说的那个不老泉就在这个洞里面。走，咱们这时候就进去寻找不老神泉。走，穿戴好了专业装备，我们这时候就正式进洞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长方形的，像是水池子一样的建筑。难道这个就是不老泉吗？不老泉已经干涸了吗？发现了不老泉！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小伟刚刚都忙翻了。哇塞！好看好看。甘甜可口，哇塞！但是这个不建议大家直接饮用啊，因为这个是钟乳石里面渗透出来的水。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呢，它是硬水，硬水呢含钙比较重啊，喝了容易得结石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话不多说，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看一下里面还藏着哪些遗迹。走，出发！在火妹的正前方呢，也有一个水池，向阳那个方向也有一个水池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不老泉哈。就在这个钟乳石的后面，这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这样布置的3个水池，其中有2个水池是已经干涸了。那边呢就是洞口，进来之后差不多是200多个平方。这边呢没有洞道，这里能看到洞口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究竟通到了哪里。这里有个裂缝下去。有个裂缝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裂缝感觉还挺深邃啊，看是不是要不跟绳子下去探索一下？我们从这里看过来，大家看这个下面呢是个裂缝，裂缝并不深，可能5米深啊，然后下面呢就结束了，下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骨头，然后这个上面呢是有一个洞道的。那个洞道不知道有多深，我们这时候决定上去看一下。走，继续出发。这个裂缝非常的窄啊，40多公分宽。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丢石头的那个裂缝。哇，这里很宽阔哟。到下面有骨头，有骨头吗？对。一些骨骸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全都是啊，应该曾经有这个土匪的个体啊，从这里摔下来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。然后这个前面有一条走道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大家看这个洞道很典型。哦，看到前面好像也有骨头啊。继续深入。这个上面是堵起来的，已经被那些损毁的钟乳石堵死了。然后这里这个裂缝依然很深邃，继续前进。哇，这是一个大峡谷。继续前进，这边就好走一点了。哇塞！大家看，看这个前面是什么？哇，这里有很大的一个钟乳石云盆。看到没？
不过现在已经没水了哈。哇，这个说不定这个洞道就要到头了，因为你出现这种钟乳石云盆，而且洞道再往向上走的话，就要走到源头了。看到没？我们现在找它的水源在哪里？哦，水源还在前面。那咱们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被敲断过的痕迹，而且这个上面也有，这个看起来已经被敲断很多年了，好像是没有其他洞道了。哇，这上面，我的天哪！暗河改道，右边又出现了很深的一个裂缝，我以为出头了，这边好深一个洞道啊！好深吗？特别深。小北说前面有一个好深的洞道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，这不知道有多深呢、哇，在这里出现了很多字，看到没？这个上面，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些字哈。这里有很多小土，但是这个小土没被刨过。这下到处看一下，什么时候写上去的？看到没？像煤炭一样。你看这个地上的沉积土哦，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洞厅，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够。非常漂亮哈、哦，这个应该能点燃。哇，这边有个裂缝，盲洞了，这个下面不深了，不深了，伙计们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小蘑菇钟乳石下面又找到了一个小洞道。哇，好狭窄啊！我看着都害怕。现在呢，咱们从这个洞里面测出来了啊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太多的人为遗迹，也就发现了一些灶啊，再就是山口那个呈等边三角形布置的水井。这个不老泉的传说啊，我觉得不太可信，有可能呢是当时在这里熬销的人啊，因为熬销需要水嘛，他在那个钟乳石上面凿了一个水井啊，就是为了熬销所用。从这个门口的3个大消池啊，可以佐证我的猜想。但我分析这个熬销的人呢、跟建造这个神仙寨的这一批人呢、不是同一年代的，有可能这个寨子的年代更为久远。后来的人呢，到这个寨子里面来啊，看到这里有个小小的洞穴，然后就对里面呢进行了一定的发掘，把里面的硝土啊拿到这个洞口来，进行提炼啊，提炼硝粉。整体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，带你揭秘更多离奇的传说。好了，拜拜。芝麻开门，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你相信地狱之门吗？这是大叔在鬼水洞亲身经历的一幕。我就这么解锤的，当弹琴子的这种高发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他们说是鬼踹的脚迹。此洞位于鄂湘交界，多年来不知吞下多少生灵。我们受邀采集部下标本神将数百米，相机记录的一幕竟让所有队友彻夜难眠。怎么说的骨头啊？哦，他吃肉怎么出？接下来跟随我的视频，体验一把九死一生的探险之旅。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鬼水洞的洞口。这个洞呢是一个小水洞，它两边都是山崖。哇，曼珠沙华，这个又叫彼岸花，现在正是它出叶子的时候。它如果开花的时候，这个叶子全部会谢掉，特别的湿冷，感觉走到这个峡谷里面呢，就让人不寒而栗。这里还有木材，还有火堆。收到，请说。老人说在洞里面经常听到像弹琴一样的声音。那么可怕？对的。有弹琴的声音，在我身后也是一个洞。石头。几个人都在往洞口深处前进。当地老人在里面听到了弹琴的声音，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看这个石头的纹路，非常的奇特，看着像月牙一样。
这是怎么形成的？这里面极有可能会出现化石。这种洞子一般都是非常的深，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水流灌进来，因为这所有的岩壁上面完全没有一点基土。洞到了一侧，发现了一个小水潭，这个水潭里面有很多骨头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山羊的骨骸，有可能是附近的这个山羊啊，给冲到这里面来了。啊，这里也有骨头，每个水潭里面都布满了骨头。这里是什么？地上的石头是琳琅满目，一般这种从地表水冲进来的石头呢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岩层。如果是出水洞呢，它的岩层比较单一，一般都是变质岩呐、石灰岩这种。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玄武岩呐、石灰岩呐、变质岩呐等等，非常的多，而且有一些瓦砾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水潭里面出现这个生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上游如果是有人养鱼，这些鱼呢冲到了洞中，就会变得非常巨大，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。这个里面并没有什么人为遗迹，有可能古人根本就没有到这么深的深度来。这像一坨煤呀，是不是非常像？从这边过来，这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水溶的大树井，现在是它的底部，在底部还能发现一些农药瓶子，说明这个树井的上面是跟地表水相连的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水流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这个下面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我们看一下，有2-3米高啊，这个要不深。这里是这个回水洞的第一道断崖，这个断崖在这里呢，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回旋，有可能夏季的时候水流在这里会形成巨响，所以当地人听到这里面发生雷鸣般的声响，有可能就是这个水流撞击岩壁的声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安全装备继续下降。这前面依然是一个小断崖，现在需要开线不深。这个上面有一个裂缝啊，20多米高，而且上面有滚落下来卡在这个中间的石头，这种我们一般不要碰它，它有坠落的风险。马老师已经，马老师已经挂在身上了。他这一小步是人类科研的一大步。好，我们等马老师下降吧。2位队友已经成功到底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水潭的周围呢，它是没有其他洞道。现在平均乙正在往洞道深处前进，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。我们从这边过来呢，这里是个干河坝，洞天很大。我们现在继续前进吧。哎，这个河水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往哪边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全是这样雾蒙蒙的，这个洞厅可能有40多米高。现在它的主洞道应该是往左手边去的，看着像一道符，就是那种道家的符咒，看起来非常的像哈。这是一坨积雪石，很大一坨，这边就像一个溜槽一样，像小孩子玩的滑滑梯。但是我们千万别这样滑下去了，滑下去了是爬不上来的。丢个石头测一下深度啊，不用测，5米，看得到底。这里看到底了。哪里？哪里啊？来，这小腿，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来听一下响。哦，中间还有一个潭，你听那个水溢出去的声音。咱们从这里直接跳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并不深。这也是一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哇，上面好高，这里可能有50多米。哇，这里很高，哇，这里高。丢个石头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树井吗？大树井。我那边的大树井，20多米吧，也不是大树井。这里必须要不深了，这里下去了就爬不上来。要不深，这里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准备继续下降。这一段下去有20多米吧，可以看到那个前面还是非常的幽深，依然是这种大裂缝。
这个岩壁呢被水流冲刷的非常的光滑。我们从那个上面降下来，这里绳子刚好够，这里又是一个小水坑，水在这里变成了伏流，但是这边依然是有洞道的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小洞口，这个上面我们上去看一下，这个洞道究竟延伸到哪里去了。哇，这里有很多这个白腹巨鼠的粪便，上面长满了真菌。到石门，我们要跨越这道石门，开启新的征程。到了这里呢，出现了新的转折。这里我原本以为是它的上游，没想到这个水啊，它是在这里注满了之后啊，继续向着这个岩石裂缝里面延伸的哈。从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然后呢前面的断崖这样看起来深度未知，我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布绳。看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汉白玉与石灰岩的交融，形成了这种像文字一样的神秘图案。这个上面玉质通透，像什么动物？队员全部到齐了，我们这时候做好了安全点，准备继续守降。这个下面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咱们现在正在进行守降。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个像腰子一样的潭，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前面又是一个潭口，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还不知道它的洞道继续往哪边延伸的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。穿越了这个小石门，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安全点，看一下下面是一个潭口，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什么情况，一哥？这算是黑漆漆的，看不到底。看不到清楚，对。哦，那我们可能迎来了进入鬼水洞最大的一段升降。这里好像是有个暗道，这个暗道打光外面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哦，那是相通的哈。对。啊，可以。哇！芝麻开门，找到了突破口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坛子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狱之门究竟通向何方？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坐到平台上面，这个平台就从这里搞，就进入这个狭窄的裂缝。这个缝是非常的狭窄，可以看到。哇！哇塞！过去了，他终于过去了。我已经突破了这个潭口，在这里做了保护站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哇，是个无底黑洞。再看上面，是一个通天竖井。这里上下的落差非常大，而且洞厅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继续开线，继续向下面走。降了几十米，我们来到了中间一个平台，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。我们现在继续往下开线。我的队友坏小蚱蜢也跟上来了，我们继续下降。这里依然是看不到底的。我们是从那个亮光的那个地方降下来的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现在我们处于了这个阎王厅的底部，这个应该就是鬼水洞的最深处了吧？哇，龙头！这里发现了龙头！这边是采石铺路啊！这都是水流从地表带进来的石头，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。现在呢，队友正在下降。哇！刚刚咱们看到的龙头呢，实际上是一个腐木，它的主洞道是往左手边这么过去的。可以看到洞腔依然是非常的高，然后这个洞腔的宽度也明显扩大，差不多是15米宽，20几米高。地上这里这时候出现了很多泥浆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坍塌，而且有大量的水可能在前面曾经形成过堵塞，就让这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。外面流的水如果是那种山洪的话，还有浑水的话，它就会在这里进行沉淀，
所以这些泥土就是这么堆积在这里了。看这个石头上面有这种远古的冰臼，这下去全是断崖，都要徒手下。哇塞，这个洞不容易啊！鬼水洞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断崖，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绿色的琥珀，就是一个小水潭呐，电筒放在里面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等开好线了之后继续下降。这里过去一片黑暗。穴底下有一张蛇皮的，哇，真的，这个，而且这里还有这种小型植物，是蕨类植物，在如此深的洞穴底部，居然还发现了生命的痕迹，而且还有一点翠绿翠绿的。过来了，看一下这前面。哇，好大空间！我们在这个大厅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布满了冰臼的水冲石，看这个上面好多窝窝啊！说这种窝窝里面可能会有黄金哦。看，好漂亮的石头。哦，这个算是仙草了吧？在几千米深的这个天坑底部，居然发现了白桦山类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盲布甲，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种，这个很少见哈。盲布甲这种东西，它是一个群体。如果我们看到一只了之后呢，绝对还有它的同伴存在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来，快！找到了一个盲布甲群。这个盲布甲，它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分布，但是在这么深的洞穴里面呢，发现盲布甲的身影还是第一次。哇，真的很少见这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群主。